基洛夫斯克這邊真的就像花期超短的俄羅斯女人一樣，昨天還美豔如花，今天就是蘇聯老大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亮。本期視頻是我滑向北極圈系列的最後一站——基洛夫斯克。這裡有着一座夢幻到不像現實的滑雪場 ——Big Wood。它位於北極圈內，有連綿不斷的大白坡，有中午12點依然掛在天邊的夕陽。有人在這裡踩着雲海滑雪，也有人在極光下從雪山一路滑進黑夜。對於很多雪友來說，這裡不僅是一座滑雪場，更像是一個一直向往的北方終點。那麼這一期就跟着我的鏡頭一起開箱北極圈裡的 Big Wood。本次行程是從索契出發，經聖彼得堡轉機，飛往阿帕季特機場。飛機落地後，乘客們給機長的優秀駕駛鼓起了掌。下飛機了，這裡就是阿帕季特的飞機场。然後這邊下飛機的時候，就整個下面沒什麼燈光的。之前在聖彼得堡，就是飛機下降的时候，我們看到下面是一片燈火通明，這裡就一片烏漆嘛黑，然後加一片雪茫茫，然後上面寫着 Na Sever Żyć， 就是來北方生活。這也是一个非常小的，可以看到這個牆壁上已經有這個 Big Wood 的這個廣告了。總算打到車了，太難了，1800，我還是砍價了，砍了1800，而且還不是獨佔一輛車，是跟這位帥哥一起拼車。基洛夫斯克這座滑雪小鎮就坐落在阿帕季特市，從機場到基洛夫斯克只需不到1小時的車程。看這種連成一大片的這種樓，就是典型的蘇聯式的建築。看這個雪高度，跟我車窗搖下來這個高度差不多。這就是基洛夫斯克的城区了。看一下，這家就是青旅的這個門面，它這一整棟樓都是他們。然後外面你看，還有這種吊車啊什麼的，看起來非常的荒芜。到了這家青旅，還挺不錯的，很有人氣。你看樓上年輕人熙熙攘攘的，然後這邊是他們的前台，那模式有點像以前的老蘇聯的那種什麼招待所的那個窗口一樣。這裡是廚房，洗衣服的，然後大家吃飯的地方。呦呦，哎，這樓上竟然還有台球室啊！進到房間裡來了，今天晚上獨佔一個房間，這裡有4張床，但是今天還沒有人入住，只有我一個人。然後他這一個房間裡面就直接帶着，你看，有自己的餐盤，然後燒水的，然後一張桌子給你，然後獨立的這個冰箱都給你安排好，可以放自己的食物，然後床頭都有插座，還可以。暖氣很暖和，非常棒。這個青旅的價格，一張床位是3100盧布一位，在基洛夫斯克這家是最便宜的了。我以為掉了一地羊糞呢，仔細一看是哥兄你們呀，你們可真不怕冷。現在來到他們這個連鎖的一個便利店，買一點物資，看一下這邊物價怎麼樣。進來沒多久就是這種俄羅斯的這種便當。為什麼這個雞肉這麼便宜啊？89塊錢哦，100 gram，100克89。哦，香檳有放了很多香檳，因為他們現在正值過年期間。麵包一個都沒有，全空的。剩下的這些就是可能保質期都不是很好的麵包了。你看他們放東西就直接把它那個包裝一整箱直接拆了放在這兒。雞蛋這樣的10個一盒，89盧布，哦也可以啊。香腸乳製品也還可以，真的是奶酪區域，奶酪也還 OK。1升的可樂，這邊是他們的牙膏區域，果汁區域也不貴。然後看一下水，這邊這些最基礎的水，看45、60多，物資補齊了，可以撐好幾天了。哥兄們，
誰給你們餵吃的了？是吧？你搶我的吃的，不是吧？幹嘛圍着我？我沒吃的呀！你們怎麼跟個狗一樣？藍調時刻。由於北極圈的極夜現象，這裡到了中午的11點，天才亮。好像是個湖啊！哦，好大的湖啊！這個是什麼湖啊？到時候來這裡逛一下。哦，你看那棟樓，那棟房子，這來來回回路上都沒有人，只有寥寥幾輛車經過。來了，就這個站，這叫 Watch 的郵局的意思。給大家看一下他們公交圖，非常的簡單。你看一下這裡一排的號碼的公交車，都能到達這個 Big Wood。好復古的一輛巴士啊！這個真的是原蘇聯那種電視連續劇裡面看過的那種巴士。上車了，上了一個迷你巴士，然後這個小朋友就這樣盯着我看。到了。這裡有2棟建築物畫着這個塗鴉，有一個酷似谷愛凌的一個滑單板，然後身後就是 Big Wood。这个太有意思了！我正在展前买一头牛，美好的一天。Вы знаете значение, да? 啊，这个是他们的价格表。其實這邊滑雪的價格跟可可托還差不多，算起來人民幣都是300多一點。你看這裡分了2條道，這邊呢單板多一點，那邊呢雙板多一點，人非常多。後面也一大片。上來了，看那邊也一條道，這邊也一條道。看一下日照金山，跑這麼遠。看這個風景，太美了！哎呀，可惜我沒有無人機啊！有無人機，這個飛一場真的絕了。你看，現在空中有一層薄薄的雲層。其實如果有下雪呀、有霧的話，這層雲層厚了，那就不一樣了。那就是上面是這樣的夕陽，下面是雲海。這種滑雪的感覺，就像在仙境滑雪一樣。大家看一下 Big Wood 的雪場啊，我不是叫他，怎麼拍到別人摔倒了，尷尬。你看，全都是大白坡。女孩，她的板上寫着中文，挑戰非常任務，然後那個霧寫反了。Спасибо。Big Wood 是一座位於北極圈內的滑雪場，坐落在西比內山脈之間。每個冬天都會進入極夜現象，每天只有2-3個小時的天亮時間。由於山脈之間沒有樹木，所以整座滑雪場都是大白坡，雪道也特別寬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這座雪場不需要任何人工造雪，是一座完全依靠自然降雪的雪場。來這裡滑雪的中國學友也挺多的，時不時都會碰上。就應該來這邊滑，那邊北部纜車人太多了，在那裡排隊得排20多分鐘才可以上到山上。太鬆了，哎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剛滑第一趟。哦，這樣啊，我也今天第一次過來滑。哦，不是第2次過來滑。第2次。對，去年滑過一次，但是去年沒帶自己的板，滑得亂七八糟的。對，今年就把自己的板帶過來了。對。這次這個拖線有點長了，到山頂了，一邊是月亮，一邊是夕陽，日照金山。順着拖牽到山頂後，發現很多人往道外走，我也跟上了。我猜那裡一定是野雪道。前面的景象有多夢幻！哇塞，絕了！你看他們還有帶頭燈的，看一下哪裡有租頭燈。你看我也租。果然，這條野雪道沒讓我失望，但可惜的是，我就滑了一趟，天就黑了。怪不得剛才那幾個人都帶着頭燈。不行了，這個能見度不能去那邊了。今天就忍一忍吧，明天陽光燦爛可以去那邊。這邊纜車是實打實的。早上你看，在纜車口它就寫上了早上10點。
到晚上的7點。我坐同一個纜車裡面有一位第一來寫的俄羅斯姑娘，有位俄羅斯姑娘，她學了4年中文，但是可能很久沒說了，她有些忘掉了。能說嗎？能說中文嗎？中文。Китайский。我听不懂。我叫安娜，听不懂啊，那也可以，也是中文。对不起。晚上就这樣了，現在在這裡等公車，這個公車還是要售票員的，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公車售票員。今天兩個換了一身雪服，今天興致起了，想走路過去。這一大片都是他們的住宅樓，你看，太誇張了。然後這邊是他們不知道是車庫還是倉庫，也是這樣一排連過去。其實走路過去的人挺多的，你看前面就有幾個拿着雪板的人。好，沒一會兒就到了後面的谷愛凌，看到沒有？今天剛到雪場就遇到幾位中國學友，他們不會講俄語，於是我就幫他們翻譯、租賃裝備，帶小夥伴，中國的小夥伴們過來，幫他們租板子，幫他們做翻譯。這個是雪板的這個租賃價格。好了，終於把小夥伴們的裝備全都搞定了，花了差不多1個多小時吧，幫6位小夥伴們把裝備都搞定了。好，終於可以不用孤零零的滑雪了，我有夥伴了。中國加油！中國加油！來，亮哥今天帶我們中國隊來征服一下基洛夫斯克的 Big Wood 啊！今天專業導滑。还可以這樣啊！大家看到了遠方那幾個小點嗎？就是我的這次一起滑雪的小夥伴們。小夥伴們來了，我在這裡等他們。還可以嗎？爽不爽？因為我白天的幫助，晚上他們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。是鹿肉，我也不想吃。至此，滑向北極圈的行程圓滿結束。1個月前，我從溫州出發，一路向西，滑過了新疆、中亞、高加索，最後到了北極圈。滑過不同的雪，見過不同的人。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，帶着不同的故事。每一個人都像一本新書，每一次翻開都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。我想，這就是旅行意義的一部分吧。一個人出發，卻從來不孤單。बाहेक जंगा एक दिन चरी